干啥都先上咸鱼。本节目由神奇的咸鱼独家冠名播出。自适应喜临门呼呼任性睡。本节目由喜临门呼呼联合赞助播出。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您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这一位新人演员呢，他也是第一次来线上讲脱口秀，我们掌声要洪亮一些，好不好？我是楚哥，现在是一个兼职的脱口秀演员。其实我有工作，上台讲脱口秀，就作为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爱好。领导呢也默认我干这个，他就当不知道。然后请假的话，我用我的年假或者扣工资嘛，我这都可以接受嘛。好不容易有个爱好，我还希望能够把它保留住。好像是有以前的福利，就是我坐高铁可以不用花钱。当然这种方法，你有他的工资。那么下面一位呢，也是我们的新人演员。上场之前我是活动一下，让自己舒展舒展。因为观众本身就录了4、5个小时，已经很疲惫了，我不能把我的那个疲惫再带给他们。有请我们的楚哥。大家好，楚哥。这我是我们这群演员中唯一一个就是兼职的脱口秀演员啊。我有个主业，大家有买房的吗？没有，其实我是一个高铁研发工程师啊。哎呀，没什么熬的，没什么熬的啊，大家叫我科学家就可以了。这行业听起来很有技术含量，是吧？经常有朋友好奇问我说：“你们高铁上的盒饭为什么那么贵啊？”我也想知道。因为我第一次跟车调试的时候，我以为那盒饭是工作餐呢。我问那乘务员说：“给我来2份。”我饭量大。乘务员说90。我说我是工作人员，我是调试的。他说我也是工作人员，我是卖饭的。那我刚才是出了一个上联嘛。不过我们这行业确实有些隐形的福利啊，有些隐形的福利啊。就比如说我坐高铁可以不用花钱啊。不过你得掌握方法，就你得穿上工装，然后说这列车有问题才能混上去。我有问题怎么开的车呀？这肯定是开玩笑啊，肯定是开玩笑。因为很多我的朋友知道我干高铁，以为我可以不花钱上车，甚至于他们春运的时候抢不到高铁的坐票也找我帮忙。我说我是坐高铁的，不是黄牛。这时候你抢不到票，那座卖光了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他说你既然是坐高铁的，你给我加个座呗。这我们自己都没有座儿，就像我们平常跟车调试的时候是没有我们的座位的。我们最怕的就是春运的时候跟火车调试，有时候一站能站40多个小时，站我都恍惚了。旁边的乘客问我：“兄弟，去哪儿啊？”我像一个文艺青年一样，我说：“车去哪儿，我去哪儿。”他说：“这么想不开啊？是工作不顺心吗？什么工作呀？”我说：“正在工作。”他把钱包都捂住了。这我还得跟他解释，我说我是高铁研发工程师，科学家。他看我的眼神都变了，那是一种求知的渴望。他问我：“你们高铁上的盒饭为什么那么贵啊？”因为我是研究生毕业之后开始工作，我研究生在北京读的，当时我女朋友在北京，但2个学校距离非常远，因为我是在清华大学嘛。哎呀，这不是重点，这不是重点。哎呀。然后他是在就其他大学。没有，我是在清华大学借读。因为我研究生的学籍属于一个小研究所，他们有自己的教学机构。研一的话，我们就在北京借读，在清华、北大、北理、北航4个学校借读。
我都是很好的学校是吧？真的去之前我很有上进心啊，我想我一定要各取所长，每个学校课我都要选，我要把我的课表排满。那时候每天4节大课嘛，我第1节在清华，第2节在北理，第3节在北航，第4节在北大。但那个时候我没去过北京，我不知道这几个学校它不挨着。就我第1节在清华上完课，我赶到北理的时候，一看时间该去北航了。我赶到北航一看时间该去北大了，我还没到北大呢，我已经累了。开学第1天逃了3节课，但多上了节体育课。最后来我还问我研究生处的老师，我说当时选课的时候为什么不提醒我们一下呢？老师说我们也没有想到，竟然会有人那么喜欢上课。我说我选完课你也可以提醒我呀。他说我们也想看一下你怎么上课的。这我怎么上课的？这当时为了上课能赶得上，我仔细研究北京各个学校路线，我骑车也越来越拼命，我女朋友都会心疼我。你这么努力，以后是不是想留在北京送外卖呀？这当时清华食堂的饭也特别好吃，后来甚至有北理的同学让我帮忙从清华食堂带饭。真的骑车在路上我都恍惚，我来北京干什么来了？真的到了北理，我给他打电话，我说饭我给你放门口了哈，照片发你手机了，我得去北航了，那边也快超时了。所以说实话，当时在北京那年我挺不自在的，因为那个时候就北京很多学校他不让游客进的，他们自己的学生呢可以拿着学生证把朋友带进去。你像我只有戒毒证，我只能自己进去，不能带人进去。但时间久了之后啊，我就发现一个漏洞，就如果我骑着自行车，就可以把一个人带进去，保安也不管。当时我还跟我女朋友吹牛呢，我说你来，我带你去清华逛逛。他把整个宿舍的人都带来了，我们6个人。没办法，我只能一个个往里送嘛。这送到第3趟进门的时候，我都不敢抬头了。我看那保安把我认出来，你自行车不怎么样，人挺渣呀。这我是第6趟进门的时候被拦下来的。保安看着我很无奈，同学，你就不能换个门吗？这才3分钟，你来回10几趟了。再说了，你就不能把人往里送送吗？你刚进门就放下了，你是送外卖的吗？放到门口等人自取。我那保安人真的很好，人真的很好。他发泄完嘛，看我尴尬的愣在那里，又看一眼我后座的女生，就我女朋友嘛，他问我还有几个呀？我说最后一个了。他说你明天不来了吧？我还没说话呢，我女朋友说我这辈子都不来了。这其实说实话，当时我是可以找别人朋友嘛帮忙带进去的，因为我有个高中同学，他就在清华读书，他是一个就是智商很高但情商特别低的人。就我第一次去北京嘛，他请我吃饭，我们俩走出那个清华的校门嘛，打上一个3蹦子，一上车那个师傅就问：哟，小伙子，清华大学的呀，真棒。我哥们儿说不全是，我是清华大学的，他是其他大学的。他是那种就不努力就可以考高分的人。只有我现在看他的朋友圈，我还会觉得人生特别不公平。只有我高中的时候，我起早贪黑，然后拼尽全力，最后只能上个其他大学，毕业之后只能做一个普通的牛马，别的我也不会，只能坐高铁。而他呢，高中的时候谈恋爱、打游戏，大学毕业后还很快赚到了人生第1桶金，开始自己创业，当老板，现在坐不了高铁。谢谢大家，我主播。
耶！再给我们楚哥掌声鼓励一下。我紧张的嘴太干了，很好很好，这不挺炸的吗？对，这个口音，刚才我们会琢磨半天，但是完全不挡着这些梗，然后大家笑得非常开心，很热烈。尤其小鹿在那儿笑得前仰后合的啊！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觉得很好笑啊，好笑啊，好笑啊！载女朋友6个人，啊，6个女朋友，而且他只送门口，就在保安面前那个，对，好笑好笑。哦，我觉得楚哥今天你又说你紧张，可能我们在这看感觉你很自如，而且气氛一直都非常连贯，观众的情绪都很高。主要是观众捧场，因为我的手现在还在哆嗦呢。哎，观众中有医生吗？赶紧看一下，手现在还哆嗦是怎么回事？可能只是病了。没事，咱们聊一些你擅长的，就有点不紧张。咱们聊聊高铁，好不好？对。因为高铁大家都知道，其实有很多这个好奇的点，比如说大家都会说高铁上为什么信号就不好？对，是吧？因为他跑得太快了吗？网跟不上是吧？对，信号跟不上啊？不是，他是要频繁的切换基站。哦。但其实正常情况下，网速其实是可以的。所以如果大家觉得网速不行的话，我可以给大家一个专业的建议。就我建议你换个手机。哦，那换个什么样的手机呢？可以从闲鱼上买个手机。果然是当领导的哈。实惠。因为我之前在网上看过一个那个段子，但是我刚才问他们是真的，说静音车厢啊和那个普通车厢的区别，就是静音车厢有一个人，只要你说话，他就过去嘘，就是这样，是吧？对，那个其实不属于那个高铁研发的行列了，因为它属于高铁服务的行列。啊，对，它其实真的就靠一个人把它安静。摁他，这是真的呀，这不是个笑话吗？所以说那个是我们就投入研发成本最高的，我们投入了一个人。其实今年春晚结束之后可以用科技手段了，上个机器人嘛。机器人直接上去贴胶布不行吗？在嘴上贴胶布。可以。哎，那我也想问，为什么高铁上没有冷水啊？冷水，哎，喝的只有热水。哦。没有冷水，我每次都要拿来接下来等它冷了。是为了督促你买矿泉水啊。原来是这么简单。没有瞎说。这个我真不清楚，但是你可以带杯热水，等到高铁上就凉了，你掺就行了。谢谢，明白了啊。好，这位科学家，你有没有证件呀？就是胡说八道的在这儿。对，我再声明一下，我不是科学家，我只是一个研发工程师啊。好，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高级研发工程师。鼓掌，还得是高级啊。他给自己设计了多少这些小幽默呀？那您研发的这高铁上是什么部件啊？像我个人的话，我个人就做那个保障车辆安全运行的部件的，因为高铁是一个很庞大的系统嘛，我其实只负责其中一小部分，所以说我懂得也不多。比如说这个烧水壶就不是我负责的。但是您工作是不是应该特别忙啊？对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青岛演，然后青岛的话我都是凑周末，然后凑晚上或者是不加班的时候去讲讲，因为高铁是一个真的是最安全的行业嘛，就比脱口秀安全嘛。对，太安全了。比脱口秀安全的可多了。那不就演艺业所有行业吗？就是都比这安全多了啊。好嘞啊，希望就是说节目播出之后受到大家的欢迎之后，领导能多批点假。对，也可以希望领导不要看见。还是看见吧，得看见您发光发热。谢谢您，希望下次更精彩了，谢谢。楚哥今天挺亮眼，观众一下好像被吸引住了。我相信这条段子应该在线下打磨很久。楚哥特别令我意外，他是那种一本正经的，然后讲出一些很荒谬的话，很反差的感觉。我喜欢楚哥的段子，就挺巧妙的，就是越品越有味道。下面这一位呢，是一位温柔的内敛美女，听说讲话不敢太大声，有请我们的大顺美女。大家好，我是大顺，我是作为脱口秀观众，然后我就觉得看了节目之后觉得话很喜欢，然后我当时就有一个盲目自信，就觉得我可能也可以。我第一次上台就炸了，天选人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已经没笑声了，说了不行，不管行，炸啊！嘿，没事，最好的我最好的，嘿，好。特想给他们拍这个拍烂了啊！太想给他们高分了。哎呦，再次给我们大姐，何斯莫达。
奈何。吓得我都不要长沙话了。都是大字辈的。下面这一位呢，是一位温柔的内敛美女，有请我们的大顺美女。大顺老师，当然不是演员了。我的大顺是咱们的长沙妹坨。全场唯一真长沙妹坨啊！所以希望大家等一下给我非常好的反馈，好不好？热烈一点啊！太棒了，太棒了！然后接下来是想跟大家聊一聊男人。对，就是我不是说大家可能想不到，其实我有一个爸爸。哎呀，你们也有是吧？那巧了吗？这不是那我爸爸还是我觉得不一样，他年轻的时候算是咱们那个坡子街的陈浩南吧。当然我妈也毫不逊色啊，她是咱们中国传统手艺的一个传承人，那开麻将馆的。他俩一个武将是吧，一个雀后，一拍即合就组成了一个家庭嘛。然后我爸是兄弟们的二当家，感觉大家没有什么概念，我还是跟大家科普一下好不好？就是那个年代，即便他是二把手，他也需要亲自出去完成一些这个格斗的 KPI 的。虽然如此哈，但是他这个男人还是不沉迷于这些，他做人还是有自己的讲究，他讲究的就是一个清清白白，字面意思。是的，他有洁癖，非常的不合理，对不对？就是一个古惑仔，有洁癖。其这个离谱的程度，它不亚于一个坦克，有后视镜。关键是这个男人他洁癖到什么程度？他太爱干净了。一个细节就是他从来都不会在外面上厕所，对，他一定要回家来，因为他只有回到家里来了，他才能把他那个外裤全部脱掉。而且脱掉之后也不会立马去上厕所哦，他要把这个裤子先，要不就把它叠好要不就把它挂好，反正一定要弄得特别的漂亮整洁，然后去上厕所。就我小时候看到这种迷人的操作吧，我觉得也太隆重了吧，而且就这个隆重的程度，我都怀疑厕所不是他排泄的地方，而是他洗涤肠道和心灵的地方。我爸不光生活上的洁癖，他居然他还有精神洁癖。我是怎么知道这个事情的？就是后来他跟我妈呢就确实分开了，然后那会儿我爸也比较潇洒嘛，就很多阿姨喜欢他，但他一个都没找。我当时的感受就是，那他肯定就是顾及我嘛，是吧？我还在读书，但那会儿我也比较懂事了，我就还劝他，我说爸，没事喽，找一个嘛，是不是？找一个伴陪你，没事，不用在意我。他说，那我不是哦，我一个都不喜欢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因为他们讲脏话。发现没有，有洁癖的人骂人是真脏啊。但是有一说一就是我印象里，我爸爸好像确实不怎么说脏话，但他不是不骂人他骂人是那种就是学一下子就弄，全是视觉呢，一个脏字都没有，但你知道他嘴里全是脏话。而且我告诉你们，这种骂法的毒辣之处就在于，他甚至不会被屏蔽。我对我爸的印象其实不多，因为他其实不经常在家，好像回来了也只是为了上厕所。对于我来讲，烛光里的妈妈常有，但厨房里的爸爸不常有。但是我是可以理解的，毕竟他的主业是在外头打拼嘛。但大家放心他绝对不打女人只有那么一次。是他想打我吗？但是没真的动，就是所谓的 DNA 动了。所以大家就是完全不用紧张，因为其实最后是没有打起来，所以我也不怕给大家分享一下当年那个场面当时我爸手拿锅铲，嘴里骂着那个这个兵器和士气就都有了。但客观的讲我察觉到他那个站位不好，他站在厨房里面。那就不是他熟悉的领域。
最后呢，就是好在双方也只是进行了一些这个语言上的这个对战啊，当然中间肯定也摆出过一些这个想要打斗的姿势啊，怎么来说呢？就是说pose 是有了啊，但不算真的进攻，类似于空气投篮吧。我觉得不管是文斗还是武斗，我觉得把暴力带回家，它就是不对的。你在外面需要动拳脚，你回家了还要动手，怎么了？你居家办公啊？小时候我看不懂爸妈，长大了看不懂婚姻。作为女孩哈，我感觉反正我以前会有一些标准呢，或者原则可以去相信，比如说。我们总是愿意相信啊，如果一个男人他觉得自己爱你，他就会想要娶你，对吧？啊，但是现在我怀疑他恨你，他也会想要娶你，因为结婚之后打你，他觉得不犯法。哎，但明明是犯法的，对吧？明明谈恋爱的时候也好好的，对吧？但为什么一结婚啊，婚姻就变成法外之地，就变成家务事了呢？不理解，没有答案。但是朋友们，直到有一次啊，我听到了一句耳熟能详的话，那句话你们肯定也听过，它叫做这个"男人至死是少年"。我一下就被击中了，我说难怪哦，原来这帮人以为自己享受的是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待遇。法盲，未成年人打人也犯法啊。笑不出来了，这几个男的。我不要紧张，我看到有些男士可能会紧张哈，因为我觉得大家也肯定能理解，我说这个段子不是为了抨击男性，对吧？我是为了抨击家暴啊，谁打人我就抨击谁，因为性别互换过来它也是成立的，对吧？因为有些男孩子他可能真的他打不赢。好，我分享这些，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相信爱情，相亲相爱，不要打架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大顺。棒！太开心了，掌声再次给我们的大顺。谢谢大家。大顺很棒，我觉得他风格很特别。因为我有一个蛮好的朋友也是湖南，所以看到你会有点怀念的感觉。怀念啊！看到一个老朋友这样，然后就是听你的口音，就是觉得我有口音是不是？你吓到他了。没事，你也有口音。特别可爱。对，很可爱，很喜欢这个口音。谢谢。爸爸这个是真事儿哈。真事儿。但是真的特别卡通，这事儿听上去特别漫画。他是一个充满矛盾感的男人，他也真的不骂脏话。他从来不说脏话，他会那个一生气他说什么？没有，我刚刚不是就是那种，他在嚼。然后就一直扎别人，那不跟中风了一样吗？我现在又希望我爸看到，又不希望我爸看到。哎呦，对不起，你爸是大哥，对不起 ，I'm sorry。你就记着这个人啊，你就记着。大老师以后少来长沙录节目吧。我是个无名小卒，对不起，哎。大顺是一个我特别喜欢的演员，我们认识好多年了。是的，我很喜欢他在台上的气场。你们有没有感觉大顺就是感觉那种什么都不怕的那个样子？大哥的女儿吗？哎，对。是不是后面站了好多人啊？观众席后面站了好多黑衣男子，这是爸爸的兄弟，在这边笑，是吧？笑，那跟你差不多呀。后面站了很多他。我还有个不情之请，可以吗？我想跟我爸说两句，就是因为我上这个节目说他是不知道的，我没跟他说，我也犹豫过，徘徊过，我说要不要告诉他呢？后来一想，还是先别说，让他这个60几岁的年纪再经历一次暴风雨，报复他一下。所以我今天我也想跟他说几句，就是可能爸爸你以前不算是一个很合格的爸爸，但现在你知道吗？你是脱口秀演员的爸爸，你是天选的爸爸，然后。你是令我其他演员羡慕的爸爸，然后你是现在可以让我变现的爸爸。其实就是因为他们之前有一些东西吧，不能直接说，但是用开玩笑的方式也表达了这事儿，对吧？两个人之间感觉也完成了那个沟通。是原生爸爸这一趴我也过去了，就是。还是很神奇。我觉得你这段脱口秀特别让人记忆深刻，了不起。希望大家能记住。对，好嘞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顺啦，谢谢。大顺很喜欢，
大顺把他爸爸说成那样，然后什么，我觉得这是一个他特别棒的处理，在他身上我看到了我爱脱口秀的一个根本原因，就是能够把一些很脆弱、很不得当、很不合时宜、很不知道该怎么表达的事情，用另外一个视角说出来，而且这中间有很多出梗的方式，也是会让你觉得能让你点点头，也很厉害。我觉得其实强竞技类的没有办法释放大顺的那个能量，所以我觉得今天看他在台上很自如的把自己很独特的故事讲出来，而且很好笑，观众的反馈很好，他也很自在的一个感觉，我会觉得这就是一个我们这个舞台的这种意义嘛，很为他开心。那么下面一位呢，也是我们的新人演员，掌声有请蓉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蓉蓉，我是一个来自北京的演员。18年进入了一家脱口秀俱乐部，做了一个运营。那公司没存活多久，几个月以后它就倒闭了。20年的时候自己做了一家俱乐部，做到了2025年的5月份彻底终结了。作为一个刚讲了1年多的新人，这是我正儿八经上的第1档脱口秀节目，我会很珍惜这个机会。来之前有做什么准备吗？睡了好几次好觉，好好的养了身体。前面真没仔细听，因为我那会儿也是迷人被稿。我其实没有上过线上，我线下其实观众对我的反馈来说是还挺讨喜的一个演员啊，期待自己能表现好点吧。掌声有请蓉蓉。哇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啊！我叫蓉蓉啊。今天呢，也跟大家分享一点我最近的一些小困扰哈。最近呢，我妈妈开始催生了啊，但我现在还是单身啊，就很莫名其妙啊。有一天突然跑过来跟我说：“你现在岁数大了，得抓紧生个孩子，趁我跟你爸还年轻，我俩能帮你带。”哎，这句话都没有逻辑，朋友们。什么叫我岁数大了，他俩还年轻啊？我还问了，我说怎么你俩是青年老人，我是老年轻人啊？说要给我带孩子，但是我爸妈自己其实是不太会带孩子的。我小的时候是我爷爷奶奶带大的啊。你不是都说什么孩子是爱情的结晶吗？对我爸妈来说啊，这个孩子一出生啊，就相当于是结晶排出去了。接下来就是他俩的纯爱时刻。你感觉我不是结晶，我就是结石啊。之前呢，我妈也催过婚啊，她说你赶紧结婚吧，我说我不结啊，她说你不结那就生个孩子吧，我说我不想结婚，难道是因为我想自己带孩子吗？但是我妈呢，她有自己的理解啊，她说你呀就是随我了，性格不好，所以得趁现在呢性格还没那么差的时候呢，抓紧骗个男人生孩子。妈妈年轻的时候就是这么做的。你知道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呢，我爸就在旁边的沙发上坐着。若有所思，神情恍惚，恍然大悟，悔不当初啊！但是如果我妈的这个想法她成立的话，你们想一下，我生个孩子，她性格是不是也很差？她长大了怎么办？也骗男人生孩子？我们子子孙孙性格差，世世代代骗男人。我现在养了4只猫啊，我妈对这个行为呢非常的生气啊，她觉得我就是因为养了猫，所以才不乐意生孩子。前几天过春节的时候呢，我们在家吃饭，我说妈妈你给我递下纸，她一边拿一边说，你看养猫有什么用？你要生个孩子呀，它就能给你递，猫可不会。我说妈，给我打2万块钱。她说你要钱干什么？我说你看生个孩子呀，它就会跟你要钱，猫可不会。而且养猫肯定要比养孩子容易一些呀，对吧？你把猫捡回来，给它放上吃的，喝着猫砂盆，它自己就长大了。孩子能这么养吗？我妈说能啊，我当时都没法反驳她，因为我就这么长大的。但说实话，我现在不想生孩子呢，理由没有那么复杂啊，纯是因为我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怕疼的人。我之前在网上看过一个模拟生孩子的视频啊，那个视频呢，它详细演示了剖腹产跟那个顺产的全过程，视频总共5分钟，我看完肚子晃动了半小时。我不光怕疼啊，我疼的时候素质还会变差，会说脏话，
疼多久我就说多久。你们想一下，生孩子是个2到3小时的大工程吧？我就得骂2、3个小时，没有医生能受得了。生孩子的是我，产后抑郁的就是他了，朋友们。人家生孩子是剖腹产，我就是剖腹产，太泼辣了。所以你知道，我作为一个人类啊，我一直特别的羡慕那个大熊猫啊，因为大熊猫的宝宝非常的小，感觉就特别的生起来特别的容易。你们有人看过大熊猫生宝宝的视频吗？我几年前第一次看，哇，那天我看的时候呢，大熊猫前面哼哧带喘的也很辛苦，给我紧张坏了。结果下一秒，biu，孩子弹出去了，真的是弹出去的呀。他把那个孩子抱在手心里面一比啊，我说这孩子都没你黑眼圈大，你有什么好疼的？我后面专门查了一下，大熊猫宝宝的体重呢是在2到4两之间，大熊猫自己200多斤，生个2到4两的孩子，哎，这不就是手拿把枪吗，朋友们？所以你知道，我一直特别期待咱们那个科技能不能好好发展一下，咱们能不能把自己的孩子也给它缩小？因为你想，5斤的孩子我生不出来，2两的孩子我还生不出来吗？对吧？反正我心目中啊，最完美的婴儿呢，就是那个拇指姑娘。你们知道拇指姑娘有多大吗？就这么大。她那个体重啊，我查过，就相当于是一颗草莓。哎，一颗草莓，我有什么不敢生的？我一口气我生10颗草莓。真的，别说拇指姑娘了，食指姑娘、中指姑娘我都能生。我先生她个1把手。生个1把手。而且为了鼓励我自己，生孩子的时候呢，我就放那大张伟的歌，来。而且我觉得，如果孩子特别小的话呢，他不光生起来很容易，其实带起来也会非常的容易，对吧？首先就会非常的省钱，你不用再给他买什么婴儿床呀、婴儿房呀，因为你可以天天把孩子捧在手心啊，对吧？尿不湿你也完全不用买了，因为他确实也尿不湿。你完全可以让孩子就是尿手里嘛，到时候拿手一冲，还能顺便给孩子洗个澡。而且如果孩子特别小的话呢，他那个声音也会小很多。到时候你把他带到什么高铁呀、那飞机上都非常的方便，不用怕会打扰别人。你甚至可以把孩子带去上班啊，你就到时候给他穿一个小衣服，然后挂在这个地方，还可以当一个时尚单品。肯定会有人跑过来问你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拉布布吗？不是，这是我自己生产的小娃娃。小娃娃。OK， 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吧，谢谢大家，我生日了。谢谢，厉害。蓉蓉妈妈呢 ？Yes。谢谢。我第一次见蓉蓉是在她的那个俱乐部，然后她每天在给演员做主持。哦。所以我能看到她跟观众的这个互动是非常自然，而且很熟练的。更适合主持，也很适合讲段子。谢谢。因为蓉蓉刚刚讲的段子里面有聊到，对于很多还没有小孩的女性来说，生小孩很怕疼啊，然后整个这个过程的那个未知的恐惧是很大的。我生的时候，那时候是半夜去的嘛，现在不是都很流行无痛分娩嘛？我一边上那个药啊，然后反正我就这样，孩子要来了吗？怎么感觉在喝酒？就感觉也不是很疼是吗？因为每个人的不一样，有时候生产对有些人还好，有些人是生后的辛苦。对，那种疼痛，你们听过我们都在讲什么喂奶地狱吗？哦，对，这个有所耳闻。对，生孩子还可怕。哦，就是喂奶的时候会有那个胀奶、堵奶啊，会堵，对。对啊，这个很可怕，因为它很漫长。已经开始幻痛了啊！对，当妈妈是非常辛苦的，掌声送给朋友妈妈们。刚才你说你跟妈妈小时候就是怎么了？就是见面少吗？还是什么意思啊？对，基本上就几年见一次吧。我是自己选择跟我爷爷奶奶一起过的。哦，就是从小就独立。哇，很少见这种自愿留守的儿童。对。后来就现在又跟妈妈又比较亲密了，是吧？前年我就把他们给带到北京一起过了嘛。我妈那个对不起的一个方式不是跟你说什么，就是疯狂的用做来弥补，就是每天给你做好多好吃的。不是，就是拿你当小孩养。啊？有的时候早上没起来呢，就宝宝来吃饭啦，就是喂饭吃。我是真的把你重新养一遍啊。对，现在差不多2岁半了已经。
但是不管怎么着都是爱了，希望你们家庭和睦，越来越过越好，好吧？谢谢。而且这次演出演得非常棒哦，下次更棒，谢谢，谢谢龙龙。好了，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本期所有的脱口秀已经表演完成啦！是各位朋友们开始行使自己权利的时候了，拿到手中笑发财了的意见卡，觉得今天整场演出更好笑，值得肯定的，就多多给我们5星好评；觉得差点意思的，就把你的具体想法写出来。看我们脱口秀演员们这些表演觉得很精彩，尽量给我们5分，好不好？谢谢各位。那么我们现场部分就到这了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怎么事咱躺这回血呢？听说你在北美露宿街头了，是不是遭老罪了？别吵，我在感受一件事情。感受啥呀？不肉不如 mattress。你从北美回来，你还整上英文了？你看这个床垫，我这肩背往下一沉，它就拖着；我这腰往上一顶，它也拖着；屁股、大腿哪都能接着。你瞅这床垫多好，你再看看你，那能一样吗？这是喜临门呼呼智能床垫，能自适应睡姿，让你呼呼任性睡。我现在整个人跟着呼呼的律动啊，就像飘在海面上一样，哪都轻松。可不是嘛，哥们儿，我这给你开着助眠律动模式呢。我是不是挺懂事儿？来，让我也感受下来，我也想呼呼任性睡。你等会儿，咋了？你躺上去，这床垫还说清楚谁是谁的吗？等节目录完了，我还得扛家去呢。还得是你呀。我觉得今天现场效果都很好，每个演员今天没有垮的，每个人都很炸。哦，楚哥还挺让我出乎意料的，他看上去就是感觉是一个不太善言辞的那么一个形象啊，但是他的表演居然这么有感染力，还是挺出乎我意料的。我觉得今天很让我惊喜的是蓉蓉，我觉得她进步非常大，她跟观众的连接是很自然的。我觉得2位女生在我们这一期里面表现得非常好，也期待后面有越来越多的女生更多的把自己的内容放进来。大顺老师就是自信，感觉我就能拿捏观众，这就是人家的优势，我感觉他挺厉害的。二狗这不用说了，能快速的通过互动把现场所有观众都调动起来。他在任何一个陌生的场合里头都不怯场，这就是一个老艺术家的从容。大齐在我心目中特别棒，他在台上的那种抗压能力强，有自己的那套语言体系，我觉得今天不会露宿街头了。我觉得这一期不可能露宿街头的，我找不出什么让我们露宿街头的理由。我觉得今天不会露宿街头。现在呢，咱们就拿到这个唱票箱，去到后台，我监督导演组一张一张唱票，加油，走。这是5星，这个评语我很喜欢，咱这个就算他4星好不好？哪呢？哪0星？是不是有点过于苛刻了？哎呦，谁写的集体露宿街头？我觉得楚哥比我想象的好很多。楚哥他本身带一点幽默感。对啊。来复盘吧。哎呀，你倒呢？是不是特别合适？太合适了。你这样，你挨个点评一下今天所有人。老师们快点，老师们来了。她好美呀，像仙女。我站在这不合适呀，我站。楚哥，你的位置，楚哥你让一让呢？对不起，楚哥上去捞吧，楚哥。算了，低调。好嘞，翟老师这个非常的严肃的在统计今天晚上的结果，哎，因为翟老师今天来主控这个复盘会啊，哦，他还会分发我们好评和差评，不可能再有差评了吧？有那么多事儿啊！儿子们说对，都是好评。说实话了，把真心话说出来了。都善良点儿，对，事儿好过啊。来了，你看看。哎呀，大明星来了。怎么样？你是一手操盘的今天这个演出是吧？对，得看看你有结果。所有的这个结果已经在我手里了。这结果是一会儿再说吧。啊？怎么唉声叹气了？哎呀，怎么带点说法？按照惯例，我们来得复盘一下，对吧？好，现在复盘开始了，来。1星。
1星。啊，不行了，晕了。我觉得这个差评啊，这个差评实在是太冒犯了，我觉得他都没有办法从我的嘴巴里说出来，所以交给翟佳宁说吧。哎呦，你都说不出来吗？连翟佳宁都说哎呦，谁呀？能不能让二狗自己念呀？回来，别走，别，没事。谁想念？我都说不出来这么脏的话。你该给谁贡献一点了，来吧，去吧。好啊，太脏了。感觉二狗的流程千篇一律。就是哪人几套房几套车，多高，怎么单身这么久，3人怎么分手，想找什么样的，听腻了，更新一下吧，感叹号。不是你念就念，你语气那么坚定干什么？一点情商都没有，说我心里去了。这个要给留纪念吧？啊，烧了他。下回二狗咱们不说谈恋爱这些事儿了。他不有求职的内容吗？求职啊，对呀，还有好多呢。狗哥还是有花活的，下一期求职类好多，下次给他展示就好了。而且这些问题啊，问出来是简单的，但是你怎么接是重要的。翻上去是有技术的，多有技术啊！所以他的回答、他的回应才是真正有技术含量的。是，我们都觉得特别好，给我们这个节目开场开的特别好，气氛全靠你起来了，能带观众玩起来，挺厉害。哎呀，下一个是2星。哦，哎呀，我们今天危险了。哎呀，啊，哎，那个二狗，要不然思雨的差评你读一下。节目效果的报应啊！铿锵有力的读，给脸开大，轻点。好，你是思雨吧？思雨真的太不好笑了，真的蹭。不是，我看看是不是这么写的，能不能我编出？支持大宅独美。还好，留作纪念。撕了不，这个我解释一下，这个观众他拿这个笑话太当真了啊，对吧？其实也是应该的，倒是。开玩笑，就是咱们关系肯定是没得说的，说什么硬蹭啊、吸血，其实都是那个夸张的手法。夸张嘛？对。来，郭老师。我的呀。不是只有5个吗？这个跳到6，这是6星了。上面说喜欢那个天心区高圆圆，敢说敢演，话题犀利，而且表达不冒犯，尺度拿捏的恰到好处，还有那个蓉蓉女宝们冲，还有蓉蓉女宝们冲。哦 ，OK。女演员今天演的都特别棒。对，蓉蓉、大顺都很棒。太好了！希望看到更多姐姐妹妹炸场。这是惊喜啊！这是惊喜。2星。不是5星，5星吗？5星这不1、2、3、4、5星啊！2星那是惊吓。第一位演员大齐是真的比较喜欢，惊喜在有那么美丽的老婆，哈哈哈。就是我哦，老婆写的啊，我老婆写啊。你让红灯给你生孩子，给你生个小灯。要不你接下来你读啊也行。嘿嘿，说真的，我都臊得慌替你。看不到这个，对你的爱都满出来了。哦，哎嘿嘿，说认真的，表现还挺出乎意料的。我想到第一次录综艺就如此松弛，可能是这个节目没有比赛性质。之前比赛的时候总会紧张。行吧，就这样吧。
眼睛已经有泪花在打转了。就是露不露宿街头已经不重要了，是吧，大齐？现在结果就在我手里，现在就公布一下，我也不卖关子，我也不是那人。对你卖不出去啊，来。哎，特别开心啊！我们已经成功了84%。好高啊！我是一张一张盯着他算的，84%。真的是啊，80分以上，很棒。大齐还可以啊，下一期你还来主办？不是，大家厉害，大家厉害，跟我没关系。因为今天这种演出咱们录3期了嘛，让后边还没有个别没演的朋友哈，应该增强信心了，是不是？那所以说各位后面几期就放开了眼，然后一起绽放光芒。好，然后非常开心，今天我们大家就是达到了84%的满意率，然后按照惯例，我们不用露宿街头了，能享受一段就是郭碧婷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一段就是福利。今天大家辛苦了，然后给大家准备了那个颂钵的一个很可以放松心情的一个小小的。感谢郭老师超度我们。哎呀，还挺香哎！哇，好舒服啊，这个请疗愈。现在请大家保持一个喜欢的姿势，然后尽量保持安静，眼睛闭上。我们来感受一下呼吸吧。哎，他这个有味。要安静哦，吸气。你要感觉你的胸腔都扩开来了，然后再缓缓的吐气，吐气。大齐，你这么淘呢？安静，吸气，吐气。为什么呀？谁要死了？我哮喘。哎呦，没说过真假的呀？哮喘。你真假的？你真假的呀？我没犯病，我没犯病，我肺活量不好，我肺活量不好。哎呦，我吓我一跳，别死我边上。趴着聊吧，趴着聊吧。什么人呢？这都是。烦，好烦呀！干什么？保持安静。对不起，老师。想象自己在一个很舒服的环境，你自己喜欢的空间里，感受这个声音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。接下来，眼睛闭上，真的是，哎呀，整急眼了给人家。好的。想象我们的意识进入到一个，让我们的意识走到了头皮上。如果没有头发，那就哎呀，这还想着包袱了呢。到张美楠那块儿，如果没有头发，怎么还有梗呢？怎么出梗呢？怎么还？干啥呀？我刚投入，我都睡着了。哎呀，这个真忍不住了，这个真忍不住了，太冒犯了。想象我们在一片很舒服的草原上。回家了。想象我们已经跟这个大地结合了。他让咱们想象的不就是露宿街头吗？他们已经到草原上了。我感觉他从我们这走过去，那个画面一定很诡异，大惊。希望你哮喘好。开始了，哎，是不是可以啊？就是葫芦娃出世。嗯。
这个声音融入你的身体，请动动手指头。感受自己的身体正在慢慢的苏醒。好啦，你们可以醒来了。这怎么还有医生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咸鱼老师，哎，怎么这么帅呢？啊，按摩师吗？正骨老师。这2位老师是我请来给大家做正骨的，然后因为大家虽然是脱口秀演员，平时都动动嘴巴，但是身体也非常的要紧。谢谢郭老师。郭老师感觉出家黑，是不？你要苏家地的脖子前倾，我就是因为脖子有问题哦，我穿的脖子前倾，每天就是写稿一个歪斜的。你看李诞那样，对不对？有一个人从来没有正过骨。翟佳宁从来没有正过骨，对，他说不让别人碰他，他一身正骨，对，一身正骨，那就来吧，翟佳宁，你第一个来尝试一下呗，正一下行，因为今天你是功臣，你也得享受这个。老师疼不疼？会有一点点，你先趴着，趴着是吧？对，要趴着。第一步是垂疗，要请我们的工具了。上锤子了，直接上锤子啊！垂疗啊！老师。你们2个能出示证件吗？不用，给翟佳宁都不用。哎呦我去！啊！哎呦我去！哎呦我去！这是什么疗法？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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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哎呦我去！哎呀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啊！啊！太好笑了，这。流汗了，这里有个特写，特写。我的天哪！汗流浃背，脑袋上全是汗。决赛都没出汗呢。哇哦，他衣服都湿了，你看。哇，真出汗了，我天！思雨紧张坏了，这话都不说了，可被整死了这孩子。他得活着一生，他得活着啊！新粉世家看这段开心了。哎呦，错了！你错哪了？再也不敢了。您放松就可以了啊，手法会比较轻柔啊，放松。眼睛瞪大，哎呀，太好笑了！是啊。我也是听他们说你想生小宝宝啊，对，真的呀，这个有点难。首先就是我感觉我现在精神压力啊什么的都很大。有个牌子它对于就是备孕很好，是吗？然后我怀孕的时候也吃他们家的东西，因为我生第一胎的时候没怎么备孕，因为我就不懂嘛，你知道吗？然后2胎的时候就会备孕的比较好。我觉得孩子生出来很壮，我都生不出来，你知道吗？我变得，你听过什么叫吃全餐吗？就是我顺产生不出来，一辈子就要去剖了，叫吃全餐，就是什么都痛苦那个。没办法，因为生不出来孩子嘛，对啊，所以就想太大只了，对，所以就是那个备孕蛮重要的，孩子可以很健康。好，你是想生1个还是生2个？我想生2个小孩。生2个，一个人太孤独。不过生1个还好，生2胎的话，对身体的损伤是会更大一点。我生1胎，我感觉还好，但生第2胎后，你就觉得天哪，你这个人就是废了。非常废，然后像我就是生完后就是瘦都瘦不了，人是肿的，怎么样都瘦不下来。那你现在是？那也我好几年了，花了好几年的时间。生完2胎后，我还下半身还有点动不了，下楼梯都会觉得要摔倒，很可怕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就花很久才慢慢回来，而且要特别努力的调理，甚至都不敢调理，就很多食物都不敢吃，因为一吃就过敏，人就肿，很麻烦。每个人都。
有小孩我觉得很神奇，因为我记忆力不好，所以你就看到小孩的出生跟他的长大，我就会觉得啊，我的过去也是这个样子吗？就很神奇，比较像是一个你重新认识自己的开始。对，就我每一个周围有小孩的女生朋友都跟我讲这个，她说一定非常非常辛苦，但辛苦真的辛苦，就是有感觉很崩溃，因为这个事情你没有办法再后悔。对，但是所有人都说，你得到的快乐也是你以前啊，从来没有。我觉得这个还挺吸引我。对，而且我们老实说，工作到一个阶段，你就会觉得说，啊，就好像人生还是缺了一点什么，对，好像也没有非得计较我一定得要当1线2线，我就觉得有个孩子，就是那才是一个生活的感觉嘛，生活。老师，我们这二狗这个形势比较严重，他本身脖子短，您看看怎么给他弄？对，他脖子是比较短，脖子是比较短，你看看，哎呦，我掐出下颌线来了。哎，脖子真的感觉有吧？有，长了，哇！哇，长了！哇，他有脖子了！真的，哇，立竿见影，立竿见影！哎，下颌线都出来了，长脖子了！来，老师，我们上绝活了！哇！放松，跟着我来。哎呦，哎呦我的！稍微来一个端齐。放松，放松，放松，放松。这个有没有中式？哎呦，对。哎呀，走！哎呦！想来线下看选手们的演出吗？打开大麦 APP 搜索“不好笑就露宿街头”，进入线下演出许愿活动页，关注你喜欢的演员，并许愿你想看的演出城市，选手们可能就会来到线下演出现场哦。欢迎来到我们零压力的不好笑就露宿街头。另外的价钱，以后俩人不处了，处，一会儿就钢管上见吧。在过年这个时候，我和刘德华老师是经理。上中专的时候，别人问我，他说你上的3年制还是5年制的？我说我是世袭制。啊，你是为了你好，知不知道？你不能记仇吧？你爱不爱爸我？老跟小孩玩强制爱。你真棒，你真的特别棒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这一期的露宿街头也要上。我们玩个游戏吧，我有你没有。他说怎么我有1000万粉丝啊？这么恶心吗？是谁恶心？为了赢，朋友们。大家分享一下，你们是哪个契机成为了脱口秀演员？我只是想看免费的演出。觉得大家讲都什么玩意儿？扛着这个人帮你去魅 ，You can you up。不好笑就露宿街头，每周6中午12点更新。SVIP 用户可提前看下集 ，VIP 每周6周日分天更新，非会员自周2周3 12点免费观看。SVIP 用户每周日加享衍生、嘉宾精编、段子纯享版等精彩内容。每周日中午12点 ，SVIP 用户解锁露宿街头也要笑衍生节目，看脱口秀演员们更多爆笑互动。每周1至周4不定时掉落笑街未播精彩花絮等你来看。所有的们一起走走。电话不响，希望不上的电话下的自己，到不这儿，到不这儿，到了我没关系。你从肩膀就不上，就是厉害，厉害就不见。
不善，只要不善就别跟自己较劲。我爱自己，要爱自己，我要爱我自己。这个世界美得要命，一生就睡在情愿不自信。我说好的呀的呀，好的呀的呀，真的好的呀的呀，好的呀的呀，是好的呀的呀，好的呀的呀，聪明来找一切，只要我不在乎，就没人能够伤害我。只要我不在乎，就没什么能伤害我。只要我不在乎，就没人能够伤害我。只要我不在乎，就没人能够伤害我。只要我不在乎，就没人能够伤害我。只要我不在乎，就没什么能伤害我。我不在乎，我不在乎。关注新浪娱乐，更多精彩资讯早知道，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。上微博搜索笑街，从台前笑到幕后，跟选手一起揭秘幕后录制趣事。